第2集。兰陵娥做了个梦，梦里面她被一位老神仙收做了徒弟，还带回了神仙的住所，又见到了一位从水里跳出来的英俊师兄。哼，混账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现在连师傅都敢算计了。好像这不是梦啊，师父，您消消气。就是刚刚发生的事。弟子只是防患于未然，又刚好要修行水遁之法，就做了这防贼的布置，去了湖中修行。弟子不知师父您今日突然赶回来，不急不没能及缓的，时撤掉，让人不还请自觉师父原谅。就想多听几句呢。唉，我说长寿啊，这是在山门内，你做这种布置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哼，还防贼？咱们小穷峰就差点把这个穷字写成穷字了，哪里会有什么贼来光顾咱们？啊？长寿，师兄就是叫长寿吗？好朴素的道号啊，又透露出了师兄质朴单纯的美好愿望。山门内并非就没我有怎么动不了啊？之间近年竞争激烈，山门一点长老力气都又不怎么没有关心这种事，眼皮也好而弟子重哦。又是咱们这一脉仅有不师兄又说话了，必要的嗓谨慎音好温暖，还是需要的。给我的本来我感觉们小穷峰在门内的存在感就好像偏重，母亲大人。也没什么靠山。说不定就会有人想要夺走咱们的1亩3分地，暗示算计。咱们渡仙门门规森严，怎可能会有这般事发生？唉，罢了罢了，为师说不得你了，整天这么多歪道理，也不见你修为怎么升。你在此地等灵娥醒过来，拿着为师的令牌，就带他去主峰登录名册，领取正式弟子的身份牌和月宫。哼，真是气煞我也！气煞我也！哎，师父，你慢一些。为师闭关参悟无上妙道去了。齐元道长狠狠地一跺脚，身形化作一缕青烟，消失在此处草庐。眨眼的功夫，隔壁草庐顿时传来了一阵叮铃咣啷的声响，显然是道长解除了法术之后，又是一个重心不稳。唉，伴随着这一声叹息，竹床上躺着的女童双眼睁开了一条缝隙，看到了此时那个低头思索的身影。哇，师兄个头好高呢。唉，师父的底子还是太弱了一些，神魂之力不足，恐怕难以扛过成仙的天劫。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？倦意再次袭来，兰陵娥不自觉又轻轻闭上双眼。很快又听到了越发清晰的脚步声。莫看他此时只有9岁，因灵智开得早，又生在一个人族俗世的权贵家，自小学习礼法，对各种事已经懵懵懂懂，一知半解。这般孤男寡女的情形，且是一个陌生男人不断地靠近自己，这在兰陵娥看来是不遵礼法的。但如果是自己师兄，以后就是如同亲兄长一般的人，好像也没什么。兰师妹，我是你师兄李长寿，现在我为你缓解阮仙香的药力，如果你能听到的话，请不要把我当作变态。我是一个价值观很正的男人，我这是在说什么梦话？他刚开始修行，哪里抵得住这种药力？变态，价值观。哇，这些关于修仙的专用词藻好难理解哦。师兄不愧是炼气士，兰陵娥想努力地做出回应，
避免在师兄面前太过于失礼，但是自己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，只有心念在活动。突然间，他感觉一张大手轻轻地放在了自己额头，一缕缕清清凉凉的气息从额头汇入，瞬间流遍全身，让他感觉异常舒适。师兄在为我疗伤。虽然师父此前就说了很久，想再收一个徒弟，我也做足了心理准备，迎接小师妹或者小师弟的到来，但总归有几件事我还是颇为在意。趁机查看一下他的魂魄吧。魂魄与身体完美融洽，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应该没有被夺舍。资质似乎也不错，水与木的象性，就是不知道脾性如何。小师妹这个年纪，性格应该已经成型了，希望不是那种到处惹祸的性子。不过看长相，以后也可能是一个美人。自古红颜多祸水，这可能是一个冲突爆发点，要尽力避开才行。再检查一下，是不是藏着魔种之类的东西吗？这个也是很有必要检查的。虽然发生的概率很低，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微小的可能性。防患于未然，总归是不差的。与此同时，师兄这是在做什么？感受着那只大手离开自己额头，开始在各处缓缓划过。正昏睡的兰陵娥，小脸儿也略微的有些发红。师兄，这样是不是太……这样未免有些失礼。小师妹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，没被夺舍，没被中魔，没有被下蛊下咒，也确实是一颗修仙的好苗子。入门检查正式通过，接下来就是关于开展对师妹的培训课程，这个也要好好准备才是。李长寿坐在床边，略微有些出神，随后便哑然失笑，低喃道：最好是这师妹不是那种喜欢惹是生非的性子，这样我沾上因果的概率就能大概跟此时保持一致了。回想上辈子，真是……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师父果然没说错，师兄有些怪怪的。兰陵娥眼前从模糊变得明亮，她总算是近距离见到了师兄。师兄果然长得一张棱角分明、俊美的脸庞，比母亲身边的那几个侍卫都要好看呢。师兄的表情有些让人提心吊胆。师兄的眼神好吓人。你刚才都听到了？没有。师兄怎么了？我有哪里惹师兄生气了吗？师兄这种表情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师兄。床边的青年缓缓站起身，低头俯瞰着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目光有少许的犹豫，但很快就用低沉的嗓音道：看着我，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好。兰陵娥小声应着，脸蛋儿红彤彤的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随后她见自己师兄摇了摇头，慢慢站起身来，走到窗边，对着窗外一阵出神。他叫李长寿，当年拜师时也在自己的坚持之下，道号保持了长寿二字。跟兰陵娥猜测的也差不了太多，李长寿就是想着自己能活得更长一些，最好是
能与天地同寿的那种。此刻，李长寿正在回忆着自己刚才自言自语时透露出去的那些信息。最大的破绽，应该就是“上辈子”这3个字吧。我去，这100多年千防万防，没想到竟然在新来的小师妹面前暴露了我的秘密。唉，也许是我把秘密藏在心底太长时间了，忍不住就开始自言自语了。果然，要不然还是杀人灭口吧。杀人灭口。师兄的目光好吓人呢。师兄，刚才我说的话，绝对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灵儿记住了。一定不要跟任何人提，包括师父在内。好的，师兄。那好，先发个誓，用无上大道的名义。斜斜的日光中，坐在床上的女童额头渐渐挂满黑线，在旁边技术指导的监督下，抬着小手开始叙述那长达1000字，考虑了各种情况和前提条件的大道誓言。